德国在台协会开口就打自己脸，朱立伦呛赖清德是纳粹，被德国在台北协会痛批，不准任何企图对纳粹的罪行连结在一起。照你的说法，你们德国最近凭什么把你们调最高的 AFD 判决成极右翼？赖清德此地无银300两，突然跑出来大喊欧战重要，你还有脸提欧战？欧战谁侵略？纳粹德国希特勒，不就更坐实你非常关注希特勒吗？朱立伦竟然在 PTT 被推爆，绿营全部出笼干掉朱立伦，结果出什么变那么嘴？讲得不错，纳粹也是合法上台。这个反驳超过100分。更好笑，赖的社群，民进党也翻桌，以至于现在乱杀平民医生，民进党把人家往纳粹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朱立伦呛赖清德是纳粹，被德国在台北协会痛批 with deeply disappointment and concern， 不准任何企图对纳粹的罪行连结在一起，或者是描绘在1933到1945年之间纳粹德国的暴行跟现在的政治情况在台湾是 profoundly troubling。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们德国最近凭什么把你们调最高的 AFD 判决成极右翼？照你的说法，在台协会开口就打自己脸，你们那些自大狂妄的家伙，你懂什么台湾？那是管好你们自己吧。 We must state unequivocally, Taiwan today is not way comparable to tyrant of national socialism. No way， 你不能讨论，你非常的大，你很了不起。那请问德国在台协会跟当年纳粹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台湾不能讨论现在已经显著成为新纳粹的民进党青鸟情况进行描述？第二段比第一段更凶，在台湾的任何的机构也不能纳粹的恐怖连结在一起。那你应该去问赖清德啊，把人家痛骂完之后，第三段才在那边装着恭敬。We call on KMT leadership to refrain from invoking inappropriate and historically insensitive comparison in domestic political discourse。 哇，这句话也是前恭后拒，又提到一个悲情 The millions of the victims of the national compel， 我们要确保他的罪行永远不被遗忘，那强化历史意识，不论在德国、台湾或国际社会。好，那大家把纳粹拿来跟现世做讨论跟连结，不正是对于现在有一些人正在进行猎杀陆配、猎杀外省老伯伯这样的行径进行纠正吗？你又不给提，不能任何比拟，又说不要遗忘，拜托你回去重写这篇文章好不好？这逻辑是不是被火车撞到，还是被卡车撞到？莫名其妙。纳粹德国希特勒这个是残害人类最凶狠的独裁者，是我们人类大家共同谴责唾弃的。但是不要忘了，民主政治也可能会产生法西斯，也会变成独裁，这才是我们学到的历史教训。要严正的面对所有残害民主或者是迫害在野党、伤害所有人权的独裁者，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这也是我的原意。那国际社会大家应该共同唾弃的是独裁者，而不是要帮有可能伤害民主、迫害反对党的独裁者讲话，而是应该站在民主自由坚守的立场讲话。外国政府不能成为迫害民主的帮凶，更不应该干预各国的内政。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赖总统变成一个独裁化，变成一个迫害在野党，这跟法西斯是相同的方向，这是我们从历史学到的一个教训。真正应该反省检讨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是欧战胜利的80周年，这场大战是抗独裁、对抗侵略者的战争哦。当年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轴心国家最终崩溃，在牺牲无数军民生命之后，同盟国获得胜利，自由民主也得以续存。同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华民国仍在亚洲奋战、对日抗战，但能对欧洲战场胜利同感兴奋及庆贺。有一个历史的误用，欧战不是对抗独裁者的战争，要比独裁，史达林不输希特勒啦。希特勒确实是个独裁者嘛，但是打赢欧战靠的是两股力量，一个是英美法，另外一个就是苏联。所以苏联的力量在欧战里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国当年没有发起巴巴罗萨进攻，基本上纳粹德国对于欧洲的战争很可能就守不住了。这里抗独裁的说法有一说一，讲得很烂，但是后面这些倒是真的。今天9月3号是二战纪念日80周年，身为战胜国中华民国应该共同庆
庆祝，感谢国军及全国军民的牺牲及奋战，最终取得胜利。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呢，我们永远记得当时军民同胞对抗独裁、对抗法西斯所付出的血泪。那这里有人就批评说，中华民国当时老蒋不是也是独裁者吗？这就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当时在中国大陆跟老蒋不对付的派系那是多如牛毛但也不会到处出事。老蒋的独裁是到台湾发展出威权体制之后才真正实质上的独裁，否则当时你只能说他是一个强人领导。所以将心比心，德国如果真的汲取纳粹党教训，不仅因铭记战后受到国际社会公义审判，更应深刻的反思纳粹如何运用合法程序系统性的瓦解了威玛共和的民主机制，逐步消灭异议政党及所有反对力量。我向来对朱立伦有很多的指教，但是朱立伦这边讲的非常的正确，纳粹杀人几乎都是合法的，这是非常恐怖的。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签发了数千张的签证，这是真的。中华民国一是二次世界反法西斯重要的阵营，其实就间接死伤数算中国死最多人。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日本签署投降协议书，中华民国的浴血抗战有效牵制日军主力。这类同盟国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做出不可磨灭的战，此段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始终站在反对侵略、捍卫自由与正义的一方。所以历史启示，民主政治会出现在法西斯，而法西斯终究会终结民主政治，导致人权践踏和社会的摧残。警惕任何可能侵蚀民主的关键行为，其实就执政者可不可以压迫人民。所以民主机制会不会失控？欧洲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所谓的极右翼新纳粹的产生？有，在欧盟的眼皮子底下。最近罗马尼亚的选举出现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即将要来上台，欧盟都说走向极端政治回头路，就是纳粹。所以你们自己讨论纳粹可以，别人讨论纳粹难道不行吗？针对这个事情，好玩的就来了。以色列也参战，以色列在台协会，我们对于纳粹政权的暴行及当前台湾政治情势做不当比喻的言论感到失望与忧心。作为一个大屠杀灰烬中重生的国家，以色列在纳粹暴行下受害者记忆将被视为神圣不可忘怀的责任。我们反对任何形式淡化大屠杀行为，类比在于大屠杀上阵600万犹太人的幸存者是极为冒犯不可接受。我们呼吁各界领袖希望从大屠杀汲取教训，展现负责任的态度，尤其在政治辩论时刻，领导人拥有选择力量，能够引导社会向宽容、互相尊重、包容的共同讯息。好，首先第一个，议论并没有说大屠杀，来特别给你上下括号，合法程序系统性的瓦解民主机制，这个才是我们在现代反省纳粹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纳粹是最典型中的典型，任何要谈合法程序系统性的瓦解民主机制，不可能绕过纳粹。如果绕过纳粹，那你谈不了了。更好笑是以色列强调大屠杀，是被大屠杀犹太人非常可怜，我非常同情。哈马斯属于恐怖主义，应当被消灭，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以色列被俘虏的老百姓、军民应该尽快被救出，他们是无辜的。哈马斯应该接受国际社会的审判。但是巴勒斯坦加沙人，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所以谁屠杀？以色列可以继续讲，任何企图掩盖纳粹用合法程序夺权，将一个民主政府、民主政体转换成独裁压迫政体的历史讨论，本身就是对舆论的一种屠杀。这边我要严厉的谴责。笑话就来了，马上被自己打脸。在德国发表的这一篇下面，郑克爽就贴了一个文，高雄暖男陈其迈，现任民进党高雄市长，曾经批评执政者就是希特勒，甚至把江宜桦画了希特勒的胡子，请德国在台协会立刻谴责民进党跟陈其迈。当年不谴责，现在突然谴责，只能说回力镖永远来得非常的快。最扯的事情是赖清德突然跑出来开始大喊欧战重要，你还有脸提欧战？欧战谁侵略？纳粹德国希特勒，那不就更坐实了一件事，你非常关注希特勒嘛？此地无银300两。另外他的外交部跑出来谴责朱立伦，极少数国人的言行不代表台湾，这是唱双簧咩？一边外交部在骂人，另外一边希特勒在纪念欧战胜利，两个人在操作这个欧战议题，因为他想要在外交上胜回一筹。前几天被韩国打脸的事情，脸实在是太肿了。绿营整个烧起来干掉朱立伦，骂绿不成，反害己，朱立伦延上到国外。
伟大的金周刊就出来了。结果焦糖哥哥也出来蹭这一波，可以说府院党侧翼媒体全部出笼。没想到在 PTT 基本上常常被虚的朱立伦，竟然在 PTT 被推爆，朱怎么变那么嘴？这事实德国自己右派猖狂到不讲得不错，纳粹也是合法上台，他是不是被正义附身？真的很难得。德国人比较了不起吗？我就问，这个反驳超过100分，德国仔怎么有脸骂别人呢？笑死！德国今天的情境，自己以前家暴、吸毒、酗酒，样样坏事干尽，放火烧邻居的房子，结果人家讲不说你啦，我说我们隔壁那个啊，最近跟你以前很像，他最近也在打老婆、骚扰邻居、叫嚣打人，他会不会之后跟你的状况有点像？结果原本犯错的这个人啊，这玻璃心碎，怎么可以讨论这件事情？任何讨论这件事情都不行啊！讨论什么？企图讨论也不可以，不是这样？这不是玻璃心，什么是玻璃心？更好笑的是，在赖的社群，民进党也翻桌了。以色列现在也乱杀平民医生，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你们这些绿处怎么屁都不敢放？以色列要不要说纳坦雅胡说停止屠杀加沙人民？民进党本来就要往纳粹变。只因为中共背景的海峡之声说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赖清德正向希特勒靠拢，所以我们就不能讲赖清德有这样的倾向吗？这不就纵容赖清德继续干吗？所以最后我就想到我这篇文章，民进党应是绿粹而非绿共。 A 最坏的敌人都是内部分子，纳粹德国战败是因为德国犹太人刀刺在背，绿粹台湾会出中国是因为台奸舔共仔，选举少数靠物理夺权，希特勒国会少数上台阻隔夺权，发动国会纵火案物理清除反对党。绿粹少数上台想夺国会主导权，赖清德发动青鸟行动，想直接物理压制在野党。一号称民主典范，实则专制霸权。纳粹威玛共和宪法号称民主宪政典范，实则破坏权力分立，实施一党霸权。威玛共和是德国一战之后崩溃的共和。绿粹中华民国宪法蔡赖号称民主世界的台湾，实则五院在手，完全一党专横霸权，只输掉了立法院。更讽刺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学习威玛共和宪法而来的。第一，喜欢搞个人崇拜，纳粹崇拜希特勒，绿粹崇拜台独金孙赖清德，民主女士蔡英文。一搞私人武装，纳粹有党卫队，绿粹有黑熊部队。F 媒体控制大内宣洗脑人民，纳粹有宣传天才戈培尔，绿粹有 NCC 全面清洗媒体控制言论。G 宣传共同敌人，实则消灭反对舆论，纳粹宣传反犹反共，绿粹宣传反中反共，宣传自己是高贵血统，纳粹宣传德意志人是纯血雅利安人，绿粹宣传台湾人是原生南岛民族，族繁不及北仔。去年6月写的文章有没有准？